这是索尼刚宣布的 35mm GM 新镜头，目前市场上是还没有货供应的。要谢谢 Sony Malaysia Product Specialist Han 为我安排这支镜头，来让我做一些评测。不过我只有1天的时间来体验这支镜头，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算是我对这支镜头的初体验。等以后如有机会，我会再做更详细的测试。今天就先来聊这支镜头的一些基本表现，比如锐度或对焦速度，然后 f1.4 背后虚化的效果又会是怎么样？毕竟大家对这支索尼 35mm G Master 全面幅 f1.4 大光圈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它产生的 bokeh 漂不漂亮，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镜头体积上大约与前年推出的 24mm f1.4 GM 差异不大，重量大约为524克，长度为 96mm， 直径为 76mm， 是使用 67mm 的粒径。镜头还有 MFAF 即光圈 declick 的切换钮，也是一支仿成仿低的镜头。这支镜头最近对焦只有 27cm， 放大倍率为 0.23 倍。我都试过 24mm、85mm 及 135mm GM 的镜头，我都很满意 GM 镜头的表现。索尼这几年推出的 GM 镜头其实都表现得很不错，体积重量做得刚刚好，质感又做得很赞。玩了一下这支 35mm f1.4 GM， 觉得这将会是索尼 GM 另一支好镜头。不过这支镜头照片出来的效果会有一点的变形，但是问题不大。应该不必做什么修正都 OK 的。要修正的话，在 Lightroom 也只需要调整一下，或者打开机身的变形控制，那么变形都可以很容易的解决。在 f1.4 光圈全开，重量部分都很锐，缩小光圈到 f2.8， 重量锐度也已经达到极限。再缩小光圈，锐度也不会有很大幅度的提升。边角锐度在 f1.4 算是还可以接受，缩小光圈到 f2.8， 边角锐度就表现得很令人满意。我觉得这支镜头在 f1.4 光圈全开，锐度就已经很不错，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在没有开启机身 shading 的控制 ，f1.4 边缘视光就相当的明显。即使缩小光圈到 f5.6， 还是会有少许边缘视光的存在。建议必须开启机身 shading 控制，才能减少这问题。在 f5.6 后，才能够避免边缘视光的发生。f1.4 光圈全开，背后虚化的效果是如何？我相信大家比较关心这事情，不然就没有意义去花那么多钱，去买一支 f1.8 或 f2 的镜头就好了。当然，这支 f1.4 GM 的表现，背后虚化的效果比 f1.8 来得比较柔美，这就是所谓的 creamy bokeh。我觉得索尼目前 F1 Cargo f1.4 的镜头背后虚化的效果都很柔美，包括这支刚推出的 35mm f1.4 GM， 背后虚化的效果肯定会令你满意。这支 35mm GM 镜头对焦速度都表现得很出色，配合索尼的对焦系统，在拍摄视频或照片，对焦都很快又很准。根本都不需要去担心对焦会有什么问题，对焦时也很安静，马达或光纤的叶片都不会产生什么杂音。不过这支 35mm GM 镜头会产生呼吸效应，如果要使用这支镜头拍摄视频，就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已经可以下单预购这支 35mm GM 镜头，应该2月就可以领到这支镜头。好了。今天这个镜头初体验的视频就先到此为止。你已经中毒，让我帮你解解毒。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嘿嘿，我是摄魔啦，摄影的摄，请按 Like 及 Subscribe。